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os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hoa still shines. 朋友们好，我是青安鸡哥。刚才摘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在你们那个地方是叫什么呢？很好吃的。近期有很多的兄弟在后台留言，我看到最多的评论就是说，看了我很多以前的视频，刚准备入行要来养鸡，而我却改行了。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以及等一下接下来会讲到在养鸡当中比较好的一个处方，教给大家怎样才能养好鸡。围绕两个问题来回答大家一下。首先，我并没有改行啊。就是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的桑叶以及蕨菜这些东西呢，只是我们在农村创业的同时多元化发展而已。包括前面之前有讲到的种的辣椒啊什么的，反正我感觉如果纯在农村做一个事情的话是很难成功的。我们把这些能够做的事情呢，多元化，这样这里能赚一点，那里能赚一点。是不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对于放弃养鸡或者是改行这个疑问呢，我还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多元化的发展，后期呢鸡一定还是会养，只是说暂时的规模没有做大。OK，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了第二个，也是这一期视频大家都建议我说多拍一点养鸡的视频来给大家。那这期视频我们会讲到能够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养鸡不知道怎么样去打疫苗，不知道怎么样喂药，买到药了也不知道这个药是兑水还是兑料，知道兑水了以后，又不懂这一包药到底是每一次加多少。针对以上种种的疑问呢，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不怎么懂这些用药，也不想麻烦去问别人的时候呢，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好的处方。这个处方呢，先来说说它的好处，能够解决的问题，细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可以用这个处方就能够控制鸡鸭鹅的这些病情。就像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喉气管炎、禽流感、新陈疫这些病情呢，都可以通过这个配方来进行预防和治疗，都是可以的。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今天鸡哥没有带着2把刷子，没2把刷子的话，也不会给大家来分享这么好的一个处方那这么牛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大家就要认认真真的找个小笔记来给它记下来。第一个东西叫温毒抗体，加上什么东西来用呢？加上利高霉素。第3个东西是头孢。那我们如果是说对刚才以上讲到的几种病情进行预防的话，你就去买一瓶温毒抗体就 OK 了。如果是鸡禽出现疾病以后呢，要进行治疗，就得加上利高霉素和头孢。来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配方用到的3个东西。第一个温毒抗体，第2个利高霉素，第3个头孢，可以进行肌肉注射。这样的话能够很大程度的解决刚才讲到的鸡的这些病情。
如果你对养鸡有一定了解的人呢，都可能知道，像新陈代谢、禽流感这些是在鸡禽里面算大病了。那这个处方的话，可以控制这些病情呢。我觉得啊，这期视频呢，真的大家先点赞保存啊，在你养鸡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我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东西。那很多网友呢经常在后台来留言说啊，鸡哥的最近的视频呢，你们建议我拍什么类型的啊？我尽量就是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尽量来满足大家。那像我们平时拍的我做的其他一些事情呢，我个人觉得也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你们也支持一下。毕竟怎么说呢，在农村的话，我们能够多一条路来发展的话，那么能够在农村创业成功，也是激励也会大的比较多一点点。如果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啊，还有就是说啊，喜欢我这个人的这些朋友呢，记得点一个免费的小关注，把这些视频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来看到。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反正还是那句老话，想要什么样的知识内容，以及就是说希望我拍什么样的视频给你们呢，欢迎给我发私信，也可以在这期视频的下方留言哦。拜拜。